这是一台硬件底子稳、输出干净的充电器，效率不错，温控合格，文波优秀，点阵屏也确实加了不少的可玩性，但它在协议优化和功率策略上的保守，让它很难在全场景里做到无短板。闪级点阵屏，各位老铁们，这都是你们想看的啊！现在来了，咱们开始对这款充电器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试。你们点的菜太多了，我一个人撑不下去啊，所以说咱们的视频进度跟不上啊，没办法，大家不要催我，我会一个接一个的把它全部都拍好。咱们的视频要求的就是测试详细，特别是拆解分析，咱们一定要做到位。各种资料收集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大家请担待一下。喜欢我这种硬核测裁视频内容的老铁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说实话，咱们这位铁粉这么破费的给我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还是对这位老铁再说一声感谢吧，又送了一个充电器过来。闪级点阵，黑色、绿色错色的包装，充电器的图片，闪级的 logo， Pegaso 140瓦标识，背面是充电场景图片，规格信息。包装盒外面还有一个荷叶，打开这里有充电器的外观介绍，这里有个窗口可以看到充电器啊。我们打开包装盒。内部还有一个塑料的盒子套着的啊，充电器本体没有数据线，就是一个充电头啊。充电器的中英文说明书，同时也是产品的保修卡。充电器外面同样的有一张磨砂的保护膜。充电器折叠插脚的设计，这一面是灰色的，上面有很多小孔，内部是有 LED 点阵的，橙色和白色的2颗按钮，闪级的 logo， 主体颜色为白色，3个充电口，上面有功率标识 C1、C2、C3。都是140瓦啊，这一面写着规格信息，整个充电器拿在手上就像一个盒子一样。外观设计不得不说，现在的充电头一个比一个精致啊。充电头的高度为65毫米左右，宽度大约是58毫米左右，厚度大约是37毫米左右，连插脚的高度80毫米。充电头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312克，单充电头的重量244克。这个是咱们频道测试的第一款闪级的产品啊，它的表现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闪级点阵屏充电器，型号为 S2。输入电压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额定输出功率是 C1、C2、C3， 全部都是140瓦。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我们后面再测试。总功率是140瓦 Max。闪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下面是认证信息：非热带地区使用，6类电子产品，海拔小于2000米地区使用，循环10年，双路绝缘，3C 认证，室内使用请勿扔下垃圾桶 ，ROHS 环保认证。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3个充电口协议支持的情况。这一个城市的按键可以打开显示屏 C1、C2、C3 和全部充电口，下面是功率显示，多按2下可以把这个显示屏给关掉，再按一下就可以打开。这一个是切换显示屏的显示方向，根据自己插座的方向来选择显示的方向。我把摄影灯的亮度调高了以后，我们照出来这个 LED 它就会出现闪屏，这个是拍摄的原因，而不是它本身有闪屏。我们肉眼看上去它是不会有任何闪屏的啊。现在测的是 Type-C 一口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 ，QC 3加5伏、9伏、12伏、20伏、3.6至20伏。华为 FCP 的协议最高功率是27瓦，华为 SCP 的协议最高功率20瓦，三星 AFC 的24瓦 ，PD 3.1 140瓦功率，固定档位是6个，最高28伏5安140瓦 ，PPS 5至21伏的5安100瓦的 PPS，AVS 15至28伏140瓦 ，DCP Apple 2.4 2个基础协议。Type-C 2口 Type-C 3口测试出来的协议跟 Type-C 1口都是一模一样的，3个充电口全部都有 SCP 的协议。这个协议的话，对荣耀手机不是很友好啊。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充电器的快充兼容性怎么样。首先是从米家的设备开始，这部手机是67瓦的自充的手机啊，启动的是快速充电，这个启动的是 PBS 的快充啊，目前的功率跑到25瓦左右。更换一个充电口，它也是启动的 PBS 快充，真实功率也是在25瓦左右。华为手机的兼容性，我们以这个荣耀60为主，启动的是正在超级快充，功率在20瓦左右。更换一个充电口也是超级快充，真实功率也是在20瓦左右。这部手机为荣耀300，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启动 PBS 啊，只能显示超级快充，功率的话也就是18、9瓦的功率。其他2个充电口我们就不用看了，因为这3个充电口的协议都是一样的。这部手机为绿厂的真我13 Pro， 24年下半年以后的产品，插上去可以直接启动 PBS 快充，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如果是24年上半年以前的产品，插上去的话，这个功率大概就是11、2瓦的样子。这部手机为蓝厂的设备 Z10X， 可以支持 PBS 33瓦，可以启动 PBS 快充。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跑到31瓦没有问题。如果是 vivo 的100瓦 PBS 的手机，同样的是可以启动100瓦的 PBS。这款充电器对蓝厂的新设备兼容是没有问题的。三星手机我们就看它能不能启动快充 2.0， 超级快充 2.0 启动了啊，功率显示的是20来瓦。如果是新款的三星设备，它的功率会更高。这么大功率的充电器对荣耀100瓦 PBS 的不兼容，实属一个可惜啊！这个都怪工程师太舍不得那个 SCP 协议了。实际充电数据采集的话，我们就用蓝厂的这一部100瓦的 PBS， 我们来采集一下它的高功率 PBS， 看它的充电效果怎么样。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5%，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功率的情况，这边显示的是56瓦。充电器也是显示的56瓦，这样的看的话，这个功率显示精度还是可以的啊。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刚开始的时候是43瓦的功率，持续了30秒钟，然后涨到53到58瓦的功率，充了3分钟时间，后面一共调整了4次功率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曲线图，看得很清楚。后面是26分钟的36到40瓦的功率，然后电压就降到9伏的档位。这个时候充电已经充到 85%，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这个手机从 5% 的电充到100%的电，一共花了42分钟，这个充电速度还算是可以的啊。这个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的话，它的温度不是很高啊，这个壳体做的还是比较厚的，所以咱们用热像仪采集了一张表面温度。充电口部分啊，最高温度是43摄氏度，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27度左右。这部手机为苹果15，我们用它来采集 PD 的充电数据，看这个充电器能不能把苹果的充电曲线画出完美的4个阶段啊。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6%， 我们直接开始充电。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情况啊，还是挺准的，这边是 19.4 瓦，这边显示了19瓦。这部苹果手机已经充到83个电了，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4段式苹果充电曲线走得非常的标准。第一阶段20瓦的功率持续了17分钟，第二阶段15瓦的功率持续了7分钟时间，第三阶段11瓦的功率也是持续了7分钟时间，后面6瓦的功率持续了2-3分钟就充到 80%， 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这个手机从 6% 的电充到80的电，一共花了45分钟时间，这个充电时间也是标准的。给苹果手机充电，这个充电器的温度的话也是 43.7 摄氏度，充电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27度左右。大家看我拿出了2套仪表，应该是知道我做了什么了。这个充电器好多朋友他说可以拉出290瓦，也就是2个140瓦的输出，但是我是拉不出来的啊。我不管是怎么试，用了各种充电宝啊，全部都拿过来测试，它的功率始终是设定在140瓦的，290瓦我是没有测出来的啊。我们现在就是对它做 PD 大功率的拉载测试，首先是140瓦的拉载，大家看一下充电器的显示界面138瓦，这个仪表这里也是138瓦，这个显示准确度还是可以参考的。我用的是一根超低线阻的线材，所以说大家线阻高的话肯定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充电器第一次功率拉载测试已经停止输出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只运行了23分钟时间啊，它就关断了输出。这个时候我们用热像仪采集了一下它的温度，点阵显示的这一面的温度最高是在 52.5 度，背面的温度是 62.2 摄氏度，充电口温度71.2 摄氏度，
这个充电器第二次的140瓦功率拉载又一次停了。我们看充电曲线图啊，同样的24分钟直接停了，停的毫不犹豫啊。这次我们也用热像仪测试了一下温度，点阵屏这一边的温度是52.4度，充电器背面的温度60.2摄氏度，充电器的充电口部分的温度还是71摄氏度左右。这是第3次140瓦拉载啊，这一次我是加了一个强力风扇对着充电口吹，但是大家看充电曲线图，还是在24分钟左右的时候直接关断了输出，就证明这个充电器它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定时器啊，只有24分钟的140瓦输出能力。这个闪级140瓦充电器，100瓦的功率输出，大家看充电曲线图，已经输出了1小时40分钟。我是每隔40分钟来检测一下它的温度。第一次检查温度，它的点阵表面的温度为55.9摄氏度，充电器背面的温度为65.4摄氏度，充电口温度为77摄氏度。第二次检查温度就是在1小时20分钟的时候，点阵表面的温度为62.5摄氏度，充电器背面的温度为73.6摄氏度，充电口的温度为86.1摄氏度。这个闪级100瓦输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表面的最高温度也就是在72摄氏度左右，所以说它的温控做的还是可以吧。如果是140瓦不限定时间的话，这个温度有可能会拉得更高啊。这也是厂家为了不影响使用体验而做的这种策略。这一个闪级的140点阵屏，它的多口分配策略是怎么做的？我们现在马上来测试一下。它的单口输出的话，都是140瓦的功率啊 ，PD 3.1的，主要是看双口和三口。首先是双口功率分配 ，C1 口我们先启动140瓦的功率，我们再接上 C2 口140瓦。接上的瞬间归零，调整为 PD 100瓦的功率，这个 C2 口就是走的30瓦的功率，分配策略为100加30瓦 ，C1 加 C3 的情况 ，C1 口启动140瓦，我们接上 C3 口，瞬间归零，调整为100瓦功率 ，C3 口也是走的30瓦的功率。我们再来看 C2 加 C3 的情况，同样的 C2 口我们启动140瓦，这边接上 C3 口。接上的瞬间 ，C2 口归零，调整为100瓦，这边还是30瓦。这3种情况的时候，拔下30瓦这个充电口，这个大功率的还是回不到140瓦啊，只能回到100瓦。双口使用还有一种情况，直接启动它的67瓦功率吧。我们再接上另外一个充电口，同样的它会调整一下功率啊。这时候它启动的是67加67的模式，总功率是140瓦。双口使用的时候，它有2种模式，100加30和67加67的模式。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3口功率分配 ，C1 口我们先启动140瓦，接上 C2 口，我们接 PD 3.0的，瞬间归零，变成 PD 100瓦，这边启动的是30瓦，我们在 C3 口再接上一个设备，接上的瞬间 C1 口立马调整功率变成30瓦 ，C2 口涨功率变成45瓦，这边也是走的45瓦，也就是说3个充电口一起就是30加45加45的模式。这个充电器它还有一种3口分配的模式，60瓦加30瓦加30瓦的模式，我没有试出来，因为咱们手头上没有30瓦的充电宝啊。还有就是大家看我测试功率分配的时候，这个仪表熄屏和归零基本上都是属于断联啊，这就是这个充电器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就是来对这一个闪级点阵屏它的转换效率做一个测试啊。有的朋友还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测试转换效率和看它的 PF 值？我就简单的给大家2-3句话概括一下。一个充电器效率高，说明它把插座里面的电更多的变成了设备能用的电，发热也会更少。功率因素高，说明它从电网取电更干净省心，不会多拉没有用的电流。这2个指标决定了它既省不省电也文不文明。这样概述的话，大家应该都能听懂吧？这个充电器支持100至240伏，我们先测试它的110伏60赫兹状态。这个充电器经过10几分钟的待机功耗的测试，它一直就稳定在 0.3， 没有超过 0.3。这个带点阵显示的功能功耗是很低的啊。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8.99， 也就是19瓦。这边直流输出 15.1瓦，折算转换效率 79%。27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31.0瓦，这边直流输出 26.5瓦，折算转换效率 85%。36瓦功率，110伏输出 40.7瓦，这边直流输出 35.5瓦，折算转换效率 87%。45瓦功率，110伏输出 50.6瓦，这边直流输出 44.5瓦，折算转换效率 88%。60瓦功率，110伏输出 66.8瓦，这边直流输出 59.6瓦，折算转换效率 89%。100瓦功率，110伏输出 109.9瓦，这边直流输出 98.2瓦，
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9%。现在是最高功率140瓦功率的时候，115输出 152.8 瓦，这边直流输出 137.9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一样的是10几分钟的待机测试啊。它的待机功耗一直稳定在 0.4 瓦，这个待机功耗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带点阵显示。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9.2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1 瓦，折算转换效率 79%。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1.2 瓦，这边直流输出 26.4 瓦。折算转换效率 85%。36瓦功率，220伏输出 40.7 瓦，这边直流输出 35.4 瓦，折算转换效率 87%。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0.4 瓦，这边直流输出 44.5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60瓦功率，220伏输出 66.1 瓦，这边直流输出 59.6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100瓦功率，220伏输出 108.6 瓦，这边直流输出 98.2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90%。最高功率140瓦的时候，220伏输出 150.5 瓦，这边直流输出 137.9 瓦，折算转换效率 92%。经过2个电压档位的转换效率的测试，还是110伏的 PF 值做的是非常好的。为什么都是110伏的功率因素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因为国内和国外政策的原因吧。国外之所以对 PFC 要求非常严格，是因为电网很敏感，法规很硬，60瓦以上的电子设备必须限制谐波，提升功率因素，否则是不给卖的啊。国外，我们国内民用端就没有这个强制的要求，电网容忍度高，所以很多高功率的充电器在国内直接省掉了 PFC， 或者是 PFC 优化，直接就不做了。简单的说，国外是法律逼着你文明用电，国内更多就是靠厂家的自觉。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最关键的一个测试了啊！它3个充电口的文波输出控制究竟怎么样？这个也是老铁们最在意的一个数据。我们马上来测试。首先是 Type-C 一口的文波，我们这个示波器的延时分辨率还是定在1毫秒啊。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22.3 毫伏，平均文波 19.7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22.998， 也就是23毫伏，平均文波 18.2 毫伏左右。36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24.7 毫伏，平均文波 17.7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26.8 毫伏，平均文波 22.2 毫伏左右。6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3.1 毫伏，平均文波 22.5 毫伏左右。100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34.9 毫伏，平均文波 23 毫伏左右。140瓦文波，文波最高的时候 62.4 毫伏，平均文波 53.7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就是测试 C2 口文波，1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23.5 毫伏，平均文波 20.6 毫伏左右。27瓦文波，文波最高的时候 25.1 毫伏，平均文波 19.3 毫伏左右。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24毫伏，平均文波 19.1 毫伏左右。45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38.2 毫伏，平均文波 21.4 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8.5 毫伏，平均文波 24.4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4.2 毫伏，平均文波 26.7 毫伏左右。14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76.7 毫伏，平均文波 64.9 毫伏左右。我们现在测试 C3 口的文波，15瓦功率，文波最高 24.3 毫伏，平均文波 19.9 毫伏左右。27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22.7 毫伏，平均文波 18.9 毫伏左右。36瓦功率，文波最高 24.5 毫伏，平均文波 18.4 毫伏左右。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8.7 毫伏，平均文波 22.8 毫伏左右。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3.6 毫伏，平均文波 22.4 毫伏左右。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4.2 毫伏，平均文波 23.5 毫伏左右。140瓦功率的时候，文波最高 56.8 毫伏，平均文波 42.8 毫伏左右。闪极这一台140瓦点阵屏氮化镓充电器，它的外观和点阵屏设计确实是一个卖点，但是外表不能撑起里子，我还是来给大家做个总结。先说硬件底子，2级转换效率，110伏端是 86.7， 220伏端 87.2， 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成绩，不算惊艳，但是很稳定。温控表现不错，3次140瓦满载烤机，表面的最高温度在62摄氏度，手摸不烫，散热调教保守但是很稳。
文波表现可以说是它的亮点，3个充电口，最高76毫伏的峰峰值，在这个功率段里是优秀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手机、平板、相机这种对供电干净度要求较高的设备，它都能给到很干净的电。PFC 的功率因素表现也有意思，110伏端的调教明显更好，更适合北美、日本的电网环境。到了220伏端 ，PF 值就差点意思，这个调教取向很明显是偏向出口版本。但是问题也很直白啊，3个 C 口的协议完全一致，听上去很整齐，但是荣耀百瓦 PPS 直接拉不起来，因为老板的 SCP 协议还在，工程师完全可以在部分口屏蔽掉旧协议，避免优先级的冲突，可是没有做，这对于讲究插上就跑满的用户来说是直接减分的。再一个就是140瓦的满功率策略，3次满载测试都是24分钟，功率直接就掉了。这不是热保护，这是定时器逻辑。哪怕温度还有余量，它也不会跑满。这种保守的设定反而让它在高功率笔记本的长时间使用场景打折扣。反观100瓦档位就稳定很多，长时间输出没有问题。这也说明它的功率余量是有的，只是这个策略把它卡死了。总结一下，这是一台硬件底子稳、输出干净的充电器，效率不错，温控合格，文波优秀。点阵屏也确实加了不少的可玩性，但它在协议优化和功率策略上的保守，让它很难在全场景里做到无短板。购买的建议也很简单，如果你主要用来给100瓦以内的笔记本、平板、手机充电，重视稳定和低文波，那它是可以放心买的。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长期满血140瓦输出，或者你是荣耀百瓦 PPS 融合快充的刚需用户，这台机器的现有策略会直接影响你的使用体验。换句话说，它更适合作为一台稳定的3口100瓦输出的快充来买，而不是冲着140瓦长时间输出去的啊。测试为了了解，猜是为了真相，认真测猜，客观输出。我是你我测猜，感谢各位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